杨毅走的那天，我坐在病床边，紧紧握着他越来越冰凉的手。他费力地睁开眼，对我露出一个虚弱却温柔的笑。林，一直以来真的很谢谢你，我真的很幸福。我拼命忍住眼泪，也笑着点头。我才要谢谢你呢。心里却像被生生撕开一道口子。我们明明说好要一起去看北海道的雪，一起去买那套一直看中的小房子，如今他却要先走一步。临终前，他拉着我的手，声音断断续续。书房抽屉里有我年轻时别人送的裁纸刀，还有遗书，你一定要收好。我点头，眼泪终于大颗大颗洒下来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，这个世界上最懂我、最爱我的人，已经永远不在了。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，我坐在丈夫遗像前发呆，门铃响了。公公拖着行李箱，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口，脸上并不显得悲伤。林啊，我来晚了，以后爸来照顾你。从今天起，我就住在这里了。我傻愣愣的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表面上只得挤出笑说好，心里却像被浇了一盆冷水。这个家从此只剩我和他2个人了。一天晚饭时，公公漫不经心地问：林啊，杨颖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手指不自觉地捏紧筷子，指节发白。我低头扒饭，声音很轻：爸。杨毅走得突然，很多东西还没来得及整理。公公点点头，意味深长地说：一家人嘛，早点弄清楚也好。吃完饭，他起身时故意从我身后绕过，双手突然扶在我的肩上，低头在我耳边轻声说道：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，不用介意。那一瞬，我全身僵硬，像被毒蛇舔过，鸡皮疙瘩瞬间爬满后背，心里又气又怕。他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？真正让我崩溃的那天，是我在书房整理杨毅遗物的时候，公公忽然推门进来，一眼就看见了我手里那把裁纸刀。他眼睛亮了，语气带着掩不住的贪婪：这刀不错啊，给我看看。我本能的往后退，他却突然伸手来抢。我惊慌中后退一步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被他推倒在沙发上。公公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，我低头一看，2条肉丝大长腿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他眼前。看着公公不停地在咽口水，我就知道大事不妙了。我拼命想推开他，手却完全使不上力，声音颤抖地说：爸，不要。从那天起，一切都变了。公公开始肆无忌惮地在家里翻箱倒柜，像搜刮战利品一样翻我的抽屉、柜子，甚至他还恬不知耻地把我的内衣也拿走了，说要晚上睡觉时放在枕边。我每次看到他拿着我的东西时，都觉得恶心又屈辱，却又无力反抗。白天我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地做饭、洗衣服，晚上却要随时帮他解决欲望之火。公公越来越大胆，不管白天黑夜，不管厨房、客厅还是卧室，只要他想，就把我按住。那种被彻底掌控的无力感，像一张越缠越紧的网，把我缠得喘不过气。我渐渐变得麻木，甚至开始自嘲，原来寡妇的日子比电视剧还荒诞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，公公却一脸得意地说：这是杨毅的种，你可别赖我身上哦。我坐在那里，看着对面这个无耻的老登，心里又疼又讽刺，他居然还能把责任推给死去的儿子。这种日子我受够了。这天我站在天台上，风很大，我看着远处的高楼，想了很多。轻生的念头不止一次闪过，跳下去就什么都不用再忍了。可最后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冷静。我不能就这么死，我要让这个毁了我清白的男人也尝尝彻底绝望的滋味。
那个夜晚，我握着刀，平静地走进了他的房间，看着他抿上这个熟睡的老灯，我的理智已经压不住心中的怒火。他折腾我的画面一幕幕的浮现，裁纸刀薄而锋利，轻轻一插，所有的一切恩怨都画上了句号。